在这颗星球上，无数的文明更迭，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、提升和轮回，一次次的毁灭，一次次的重建。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。尽管真理难寻，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，让人失去方向。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，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。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，在各个文明中，在各个朝代中，因着机缘而出现，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，等待再次的出现。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，故对于人们而言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。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，我是阿吴。上次的回家作业是，请大家检视一下你的修行有没有包括闻、思、修这三者。不要只看书，只思考人生哲学，而没有实际用身心来练习。也不要只会苦修，而不看书和动头脑，这两者都不对哦。这一堂课我们要进入观音法门的主要练习主轴了。把你所听到声音的主体与客体分开，也就是把声音的能与所分开。让我们先来看观音法门的第一句：出于文中，入流王所。出于文中这四个字在实修中占了整个观音法门一半以上的重要性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你无法体会到文性，也就是听声音的主体，也就是能，那么你就无法修这个法门了。这是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阿吴听过很多法师讲观音法门，发现几乎没有人知道闻性是什么，而反闻自性又是什么。所以阿吴今天来讲给你听。我们一般人日常生活总是糊里糊涂的，把能与所都互相搞混，互相粘在一起了。例如，你看到前方有一个桌子，此时你的注意力会完全在这个桌子上，你不会仔细的去体会以下的流程。首先是你有一个能看的能力，去感应到前方这个物体，然后你的大脑再去判断这个物体的形象叫做桌子，再然后你再赋予这桌子一些制约的投射。这是我们在上节课所说的，你只是看到一个桌子就产生了这一系列的过程，而这全部不超过1秒钟的时间，以至于你完全忽略、忘记、不在意这样的过程，这就是你轮回的原因。修行人要好好从这里去体会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不像有什么神秘奥义在里头，但你错了。真正的神秘都是从这里开始的，这是一扇门。你学会了，所有的神秘就都在这后面慢慢展开。阿吴今天就要带你入门。如果今天你的生命里只有一张桌子，那一切还算简单。但现实是你接收到的讯息每分钟都超过上千上万个，这些包括你的5种感官和思想，这一切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。渐渐的，你完全的把注意力专注在外在所有的讯息上，你彻底忘了你感官的能，也就是上几集我们听佛陀和国王对话的那个故事。你忘了你的能，佛经上称为见经。于是你流转在外界的情境中，生生世世。现在你要返回来，把注意力专注在你的能上，而不是外界的情境、物品、资讯上。当你慢慢的重新体会出这个能，也就是现经上，当你把专注力放在你的能上，就是出于文中了。这样有没有简单易懂呢？我们听声音的功能就是闻性。观世音菩萨说，一开始体会出闻性，然后专注在其中。这样持续每天练习，过了一段时间，也许1-2年，
也许2-3年就可以入流王所了。入流王所，我们后面再来说明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带你怎么去体验出文性，体会不出来，一切都免谈了，后面都不用说了。请各位同学一定要照阿武所说的来实际慢慢练习，光是要体会出文性就需要一些日子了。你需要有耐心的每天去练习。虽然文性无所不在，但它就像空气一样，摸不到也看不到，所以练习时你需要非常细腻的去感觉，并发挥一点想象力，到每日一点一滴去练习，去体会，一定可以感受出来的。好，让阿吴开始教你怎么去练习体会出文性吧。为了不把事情搞得太复杂，我把这个修炼简单分为3步骤。每一步骤你所要做的事情都很简单，没有像那些道教丹书的复杂与隐晦的文字和言语，但求行者认真去体会与练习。正法如此珍贵，阿吴传给你了，就看你接不接得住了。第一步骤，首先找一个房间独处，就像你平常静心那样。不同的是，这次你可以不用再担心隔壁邻居太吵。以前静心时你总是嫌家人太吵，不是在看电视，就是小朋友在嬉闹，吵得你很有理由不静心了。现在你是在修观音法门，有这些声音刚刚好，正好可以帮助你修行。这就是观音法门强大的地方，从此你没有理由不修行了吧？任何声音都可以帮助你修行。现在运用你的想象力，想象你耳朵听力所及的空间全都充满着水，这个水就是你的文性。我们只是利用想象力，把文性这个功能具体具象化。只要你听见任何声音出现，就想象在水中出现一种物体，占用了这个水的一部分体积。现在我们运用想象力这个简单的技巧，借着文性变成水的形象化，相对的也把在水中出现的声音给形象化、具体化了。现在文性已经被形象化，声音也被形象化了。这就是第一步骤，要闭上眼睛，好好仔细的想象，好好体会与感受。有声音的地方就必定有文性，因为是你的文性感知道声音的，所以声音是客体，文性才是主体。只要出现客体，只要有声音出现，先决条件就是必定有主体先在那个地方。所以声音一出现，你要马上发现感知到有2种东西出现，也就是文性与声音。水中一有东西出现，你要马上发现感知到有2个东西出现，也就是水本身和那出现在水的物体。所以这又是神圣的2分法则了，一个东西的出现就会反映出另一个东西的存在，一个是显性，一个是隐性，一个是阳，一个是阴，处处有声音，因此处处可以体会出文性。当你可以成功区分出这2者后，可以区分出文性和声音后，就可以进到下一个步骤了。接下来是第2步骤，在你成功区分出文性和声音后，现在把你的专注力集中在文性，也就是你想象中充满空间的水，专注力深深的集中在文性上。外界出现的任何声音你当然都一清二楚，但是不要再把专注力集中或分散一些到声音上了，专注力全部都集中在文性上吧。此时如果有人出言羞辱你、恐吓你或骂你很难听的脏话，你会知道这是带有负能量的话语，可是你不会动一点情绪，是可以到这个地步的，而且不算难。如果你真的做得到把专注力集中在文性上，那么这可以带你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之地，可以带你进入另一个有别于现实维度的空间。
日已经是定的状态了。如果到了这个空间，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在这空间的感觉，去感受并记住这个感觉。虽然此时你只能在静坐中，还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去实践，但已经很棒了。到了这个程度，要在行住坐卧间也保持定的状态，只是时间和练习的问题。学会了走路，离跑步就不远了。现在说明第3步骤，在前2项都能做到后，现在开始在静坐时，把你的闻性，也就是你想象的水渐渐扩大范围，慢慢的想象闻性从房间慢慢扩大到整个房子，整个房子都被你的闻性包围住了。一开始要闭上眼睛，运用你的想象力，现在慢慢将闻性扩大到几条街外，然后涵盖到整个城市，整个星球。如果一次范围太大让你无法想象，那么你就慢慢的扩大就好，在每一次的静坐扩大1次就好。如果对你来说很得心应手，那就一次想象让闻性涵盖整个宇宙到无限大，然后继续安住在闻性上。这第3步骤的练习有可能让你产生某种神秘的感应与感知，也许会产生短暂的神通，也许你会听到很远的声音，或是在脑中出现奇怪的画面。当这些出现时，记得不舍不取，不用害怕这些现象，并想摆脱它们，也不要贪恋这些超感知，把它们当作好玩的事件和经验就可以了。在你现在这个时期，记得无论出现什么，都要将注意力放在闻性上，即使短暂专注力被声音或是思想拉走了，也要不断一次一次地将注意力拉回闻性上。这些超感知在你做此练习时，可能会乍现一下又消失了，可能会持续一点点出现，也可能不会出现。有关超感知和人体能量启蒙的原理和方法，之后阿吴会教大家，但你无法略过前2个步骤，而直接从第3步骤练习，那是行不通的，别好高骛远。我已经讲完观音法门3个步骤的修炼方法了，请大家回去好好练习吧。以上第1个练习步骤是出于闻中，第2和3个步骤是入流王所。所谓入流王所的入流，就是进入到闻性，专注在闻性上，专注在你的这个能听的功能上。而王所的王是指消失，所指的是能所的所，也就是客体，在这里指的是声音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入流王所并不是指声音都消失了，而是你知道有声音，但你不再专注它，而是反闻闻性，专注在你能听的功能上。所以某种程度也可以说声音消失了。这个消失指的是你不在它身上流转了，你不在外界现象流转了，而在自己本身的功能上驻足，这样久了就可以得定了。这是观音法门最初的境界，也是最重要的。这堂课，我们说了观音法门的具体练习方法，总共分为3步骤，每个步骤都需要你花费一些时日来练习。尤其是第1个步骤，要体会出闻性对于人们来说并不容易，有些人很有可能会在这里卡关很久，1、2年都是可能的。这需要细腻的体会和一些想象的能力。一开始抓不到感觉是正常的，有心修行的人请持续有耐心的体会与练习喽。方法很快就讲过了，你的练习修炼却是缓慢与重复的过程，这点大家一定要有心理准备。本视频请反复重播多听几遍，
你修行每个阶段，听阿五讲的法都会有不同的体会。有心得与疑问的同学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阿五只要有时间都会尽量回复哦。下课，听到方法赶快去练看看，拜拜。